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那别小看它，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可能会引起中风和脑梗。下面呢，就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提高脑供血。这个动作就是伸懒腰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将双手举过头顶伸直，然后用力的拉伸腰部和后背，每次拉伸5分钟左右。伸懒腰这个动作做完呢，会感觉身体很舒服，因为我们在伸懒腰的时候是肌肉收紧和放松的过程，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血液回流到心脏。经常做一做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增强脑供血。中老年人经常的做，还能够预防脑梗哦。那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注意，不要久坐不动，多做一些缓慢的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拳等。还可以经常的用山楂和苦荞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。因为现在的人吃得多，运动的少，所以很多人50岁后很容易被中风盯上，不利于人长寿。那该怎么预防中风呢？最好改掉3个习惯。1. 久坐不动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如果经常久坐不动，那么就会导致血液循环流通差，影响大脑的供血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。2. 熬夜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是最经不起熬夜的。长期的睡眠不足会使大脑没有办法运转，不仅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风险。3. 频繁吸烟。经常吸烟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出现堵塞，所以50岁后尽量改掉抽烟的习惯，不然也会增加患中风的风险。上面这3个不利于健康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想要预防中风，平时还可以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耸肩。很简单，就是将我们的2个肩膀同时向上提起，坚持5秒，然后再放下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早中晚都做一次。这个耸肩的动作可以放松肩部神经，促进血液流通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活血行气的作用，能帮助很好的预防中风发生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一练。对于枸杞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过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若坚持用枸杞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？好处1：延缓衰老。枸杞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以及胡萝卜素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起到延缓衰老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但是要注意，枸杞属于温和食物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影响睡眠。好处2：美容养颜。枸杞有很好的美白皮肤和养颜的功效，非常适合女性朋友吃。因为枸杞可以帮表层皮肤细胞保持足够的营养，对改善皮肤状态、保持皮肤弹性有很好的作用。好处3：提高免疫力。除了上面的2个好处，长期坚持吃枸杞还能够帮助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吃枸杞养生并不是1天2天就能够达到效果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虽然枸杞有很多好处，但是有2类人最好别喝。第一种，拉肚子的人，如果出现拉肚子或者其他不适的情况，最好不要喝枸杞，以免加重病情。第二种，感冒的人，如果你正在感冒，也是不适合喝枸杞的，对恢复。说到长寿，那可是很多人都追求的。那像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不也都寻求灵丹妙药，以求长生不老吗？那长寿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说到这儿50岁后呢，可是养寿期，若能吃得了3种苦，或许能够帮你长寿哦。1: 要吃劳动的苦。那人过50岁后如果长时间的不动，身体呢就会生锈，加速衰老，所以多劳动劳动有益健康。2: 要吃早起的苦。那年纪大了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，早上呢按时吃早餐，这样有助身体排毒和肠胃的健康，对长寿呢也有帮助。3: 要吃口味清淡的苦。50岁后吃的清淡一些，有助血管健康，也有利于长寿。那上面的这些你能做到几点呢？做到1件也是好的哦。都说50知天命，50岁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年龄了。木子50岁有啥尴尬的呀？那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而且这身体也处于一个快速衰老的阶段呀。那有啥要注意的呢？要说要注意的那就是血管的健康了。
如果不想让血管堵塞的话，3种食物就要少吃。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咸菜、火腿等，那这些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吃多了呢会影响血液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蛋糕、饼干类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中有很多的糖和黄油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也很多，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最后，高脂肪食物。这类食物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那吃多了容易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变拥堵，所以也要少吃。所以大家从现在做起，保养好自己的血管吧。这2天天凉飕飕的，我爸就天天的在我耳边叨叨，说腿疼。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总耍单，现在年纪大了能不腿疼吗？哎，都说人老腿先老，所以养腿要趁早呀。哎，看这里，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养腿护腿的小动作。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站直了，然后把右腿向上踢，使足自己吃奶的劲儿，最好踢到和心脏一样高，或者超过心脏也行。左右腿轮流的踢，每次踢2到3分钟就行。这样踢腿可以加快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血脉，预防腿部肌肉萎缩，对改善缓解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哦。那到老了，你是想健步如飞呢，还是疼痛难忍呢？赶紧坚持练一练吧。结束了炎热的3伏天，入秋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这时如果能调养好身体，秋冬也能少生病，不妨常喝一粥赤小豆百合粥。制作的时候，先将赤小豆泡好，然后将大米和百合洗干净，把赤小豆放在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用小火煮烂。这时将大米放入，煮熟之后再放百合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赤小豆百合粥有很好的清利湿热、养阴润肺的功效，入秋后多吃点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除了多喝一粥外，还可以多吃2果。第一种梨，梨的味道很好，香脆多汁，鲜甜可口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多吃一些梨有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的功效，能帮助养护肺部健康。第2种葡萄，葡萄不仅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经常吃葡萄有很好的生津消食、缓解疲劳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也非常适合秋天吃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入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还有要多注意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这咋的了？我这总感觉嗓子有东西堵着，还有点痒。你那多喝点水吧。没事儿，可能是秋天天太干的事儿。嗓子不舒服，老是干痒有痰，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或许能帮助到你哦。那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刮痧板了。如果没有刮痧板，那也可以用硬币，刮的位置就是肘窝，从上往下刮。如果觉得疼，那就涂点润肤乳，每个手都刮100下，刮一会儿会出痧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刮1次，等痧快没了再刮，对缓解嗓子干痒、有痰、咳嗽有很好的效果哦。大家可以试一下减肥。有的说，我肚子肉太多了，那有的说，我腿太粗了，可是减的效果都不太好。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身体胖，也可能是体内存在湿气了。那该怎么减肥才好呢？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用山楂和菊花一起泡水喝。山楂有健胃消食、行气散瘀的作用，而菊花有清热解毒、养肝明目的作用。那将山楂和菊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可以帮助调脾胃、加快代谢、消油脂，有很好的祛湿排毒、瘦身减肥的功效。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那今天就唠到这儿吧，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帮助到你呢？我们身上的体毛有很多，而不同部位的体毛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眼睫毛。眼睫毛是有保护眼睛的作用的，可以帮助抵挡外界的灰尘和小飞虫，避免眼睛被细菌感染。如果将眼睫毛剪掉，不仅会影响形象，还容易让细菌对眼睛造成伤害。
第二个，鼻毛。鼻毛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减少冷空气对鼻腔的伤害。如果将它剪掉或者是拔掉，很容易导致感染，那鼻子健康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第三个，腋毛。腋毛不仅可以帮助人体散热，还能够帮助抵挡细菌。如果将腋毛刮掉，就会影响到腋窝散热，让细菌更容易滋生。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刮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的体毛，大家不要乱刮，不然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